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疗愈师 Jules。又到了一年的开学季，大家是不是略带着忐忑的心情去上学的呢？跟我一样有点开学焦虑的人，可以在弹幕中打1哦。不过，焦虑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情绪，其根源就是来源于我们对未来未知的那种恐惧，或者说不安吧。因此，我今天这一期视频就是希望能帮助大家化解你们心中的那种焦虑以及不安，通过易经的卦象来帮大家看一看你们在这个新学年里面的学习会怎么样，考运如何，能不能成功上岸或者考出你们理想的成绩。视频中，我为了保持美观和风格统一，没有将大家的卦象直接用相机拍出来，而是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图像，希望大家不要感觉有点奇怪。然后，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因此在分析你们的卦象的星宿的时候，我会采用的是一个大众的星宿，因此可能不是100%会对应到你们的身上，请大家听取与自己相关的信息即可。如果想要更加精确的解读，我建议大家可以1对1咨询哦。在视频开始之前，请大家点赞领取好运，然后呢，也别忘了收藏和分享我的视频。还有就是，请大家也别忘了要关注我的频道，帮助我的频道快快成长哦。我今天也是为大家准备了4幅莫奈的画，供大家选择。你们可以通过自己对画的一种喜好来做出选择，也可以根据数字来做出选择。请大家现在静下心来，通过冥想问题，在这个新学年里，学习会怎么样？考运如何？能不能成功上岸或者考出理想的成绩？使自己的潜意识与我的占卜产生连结。当你准备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这场心灵之旅了。我到后面等你们哦。欢迎第一组选择第1幅画的人。首先根据我的分析，你们这一组人中 ISTJ、INFP、ENFJ 和 ENTP 这4种类型可能会偏多，欢迎有被说中的人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留言哦。首先我们先来看你们抽到的卦象。第1张卦象是虚卦，虚卦的核心是等待和积累，表示在现阶段有等待的需求，不急于求成。对于学业和考试，虚卦提示你需要更多的准备和耐心，事情不会一蹴而就。因此，考试的成功与否，非常大程度就是取决于你能否在等待的过程中充分积累知识，沉着应对各种未来的不确定性。然后这一张卦象显示的也是游魂卦，代表的就是变动和不稳定，因此可能你们的考运今年是存在一些比较小的波折的，就是不是说考试考不好，或者说考题很难，而是说在备考阶段会遇到比较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你们在备考的时候可能会经历一些内心上的波动，或者是现实中产生一些干扰，使你们就是说不能去充分的准备，或者是开始自我怀疑之类的。这些过程不仅仅是需要你用耐心去克服的，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在这些干扰之中稳定住自己的内心。第2张卦象渐卦，代表的是循序渐进，稳步向前。这张卦象与前面那一张的内容非常的相似，也是暗示你要通过逐步积累，才能获得最终的成功。渐卦强调的是通过踏实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来达到目的。
因此，对于考试而言，其实见卦是一种吉兆，预示着尽管在过程中可能有些漫长和艰难，但通过稳扎稳打的准备，你考试考出理想成绩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相当于也是对虚卦的一个补充吧，我觉得。然后这一张卦象呢，又是一张归魂卦，通常表示的就是回归本源。这里就是想要提醒你一下，你需要适时的去反思自己的学习方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和方式。这一个自我调节的过程呢，在你备考和复习学习过程中都是会不断出现的，就是你会有很多个这样的机会，亦或者是说你可能会陷入到自我怀疑中去，就是经常陷入到这种自我怀疑之中。虽然不是说每一次的自我怀疑都一定是好的，但是每一次的自我怀疑也确实能给你一些机会，就是去重新的审视一下自己的学习方法，然后呢，就是看看有哪里是可以继续提升，或者是有哪里可能对于你来说有一点点浪费时间之类的。好的，以上呢就是一个卦象的分析。现在我们往下看，来看下面的六神分析。首先是你们的白虎和七财爻。白虎主压力和竞争，七财爻与物质实际利益相关。这里的话，白虎出现在七财爻之上，暗示你们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承受着比较大的压力，特别是在物质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这一个跟前面的卦象是有所连结的。然后腾蛇主不安定，兄弟爻代表竞争或合作。腾蛇在这个位置说明你在考试的准备过程中很容易遇到一些不太稳定的因素，比如你心理上的焦虑，或是在与同学、竞争对手的互动中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因此，这里给你的建议就是在这些情况下，你需要去保持冷静，减少不安情绪的干扰，然后就是回到前面见卦和虚卦的建议，就是你要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找到自己的节奏，然后呢，通过自我调整来修正你的策略。然后子孙爻主轻松和愉快，代表学习成果。勾陈主稳重，暗示你其实只要在备考中能够稳扎稳打，稳步推进，保持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态，你获得非常好的考试成绩的机会就是非常高的。这个与前面的卦象也是非常有连结的，我觉得。然后呢，朱雀主口舌表达，兄弟爻再次提示你可能在复习过程中需要注意与他人的沟通讨论。朱雀的出现还可能暗示考试中语言表达，比如说答题技巧可能会是关键之一。这里尤其是文科类、社科类，或者是要考公的同学要比较注意一点哦。理科应该也是会需要的，就是你们在答题技巧方面应该还是会存在一些精进的空间。然后青龙是吉兆，官鬼爻主负责经验与考验。青龙的出现提示，尽管考试是有难度的今年，但是呢，你是一定有能力去应对这个考试的。而且考试本身对于你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存在比较大的影响的，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全力以赴来迎接这个挑战。最后，玄武主隐秘与策略，七财爻的再次出现，提示你们在备考和考试过程中需要有策略性的安排时间，合理分配资源，不要被外界的压力而打乱你自己的计划。不管是在考试前的准备阶段，还是你已经在考试，已经在答题了，你一定不要因为大家已经到哪一步了，而去就是说变得非常的惶恐不安，然后呢马上调整自己的策略。你调整策略的初衷
一定是要经过自己的反思，然后你觉得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可以适合你这样子。然后最后呢，我们来分析一下星宿。首先，文昌主学业和考试，是学业运势中的一颗吉星。我们也都知道，应该文昌星的出现呢，暗示着你们在学习和考试上近一年是有一定优势的，你们的智慧和努力能够以更大的成效来换出一个更好的成果吧，可以这样说，就是因为你们今年的运势就是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天喜主喜庆，暗示呢你们在考试结束之后呢，也是会迎来比较好的消息的，就是比较令人满意的这样子。天德与月德这两颗吉星都是福德之星，能够化解考试中的不利因素，暗示呢你们在关键的时刻可以得到贵人的帮助，或者是通过有效的方式来化解压力，从而提升你考试的总体的成功率。贵人星代表有人相助，这个跟前面也是有关联，就是说你在考试前的准备阶段能够得到导师、同学或者说外界资源的一些比较良好的帮助吧，这对你考试的顺利进行我觉得是非常有利的。然后最后的劫煞主破财与阻碍，所以暗示就是说你们考试虽然说考运是好的，但是考试本身今年还是会比较难，然后呢会突然之间感觉比如说某一道题的题型是你没有见过的，也有可能是说某一种答题方式是你不熟练的，你可能会遇到，但是呢请你不要感觉压力太大之类的，就是你要做的就是在考试过程中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态，不要受这些外界的因素干扰。你已经学习了很多内容了，你已经积累了很久了，你是属于厚积薄发的类型，所以就在考试中享受这个过程，去最大程度的发挥自己的潜能，这是你考好的一个关键。最后呢，我们把所有的信息综合一下来做一个分析。首先关于学业的运势，总体上来看呢，学业的运势是非常积极的。主卦的虚卦与变卦的健卦都表明学习的过程需要耐心和持续的努力，虽然是有压力和挑战的，但是通过逐步积累，你一定能取得很好的成绩。而且文昌星和贵人星的出现进一步确认了你在学业上的巨大潜力，表明通过积极备考，你就可以在考试中获得非常理想的成绩。然后关于考运如何这个话题，你考运中是存在压力的，但整体呢是偏向有利的。白虎、腾蛇和劫煞的出现都提醒你们需要在考试中注意就是压力的控制，以及一些突发的情况，尤其是在情绪管理和备考计划上需要多加留意。然后在考试过程中呢，也是要注意就是语言表达的能力这样子。所以不过总体来讲，你们的考运还是有保证的，不需要太担心。然后最后关于能否成功上岸，或者说考出你想要的成绩，你的卦象都是非常吉利的，预示着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你就是不能急于求成，要稳扎稳打，不可以投机取巧。然后如果有什么考试中的压力，或者说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突发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好吗？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致的建议吧，我觉得。好的，那今天的分析就是这样，希望今天能给你们提供一些指引，来帮你们缓解一些焦虑，或者说解除一些疑惑。好的，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和分析，不要忘了给我的视频多点赞、多转发、多投币、多收藏，然后呢，也不要忘了要关注我的频道哦。我们下次再聊。欢迎选择第二幅画的人。根据我的分析，我觉得你们这一组中 ENFJ、ISTJ、ENTP
和 INFJ 可能会偏多，欢迎有位说中的朋友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留言哦。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先看一下你们的卦象吧。首先，兑卦象征着和谐、愉悦和表达，但它的六冲特性意味着在现阶段可能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尤其是合作、沟通或内在情绪的波动，也有可能是你在遇到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之后，在你的目标或者说行动上发生一些动摇。然后该卦的出现呢，也是暗示你可能会需要应对一些来自外界的压力或者干扰，就是这些干扰呢，非常有可能会影响到你学习或者是将来考试前复习的一个节奏和进展。因此回到卦象本身的表达这一象征，我觉得这里可能是想要建议你，就是说要积极的与他人交流和讨论，来解决你遇到的这些不管是在目标上的一些动摇的问题，或者是你复习的方法存在一些问题，学习的方法存在一些疑惑之类的。就是如果你有诸如此类的一些压力或者说不确定性，那么这一张卦象给你的建议就是可以多与他人进行一些交流与沟通，不要把自己单纯的关在自己的心房里面。 OK， 然后第二张卦象呢，象征着团结、合作、合力完成目标。同人卦具有极强的群体合作与协作的意味，所以要么是你今年有一些作业或者说一些论文之类的，是需要通过团队合作才能完成的，然后呢，你会在这些团队合作中就是取得非常好的成果，就是你今年好像跟别人合作这方面就特别好。要么就是说你在学习和复习过程中与他人呢，如果能够积极的进行一些交流与沟通的话，那么你遇到的一些学术上的一些困难都很容易会被解决掉。同时呢，这一张卦象也是归魂卦，提示的就是说你需要回归自己的内心，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找到自我认同和明确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取得长远的成功。你很可能是那种就是存在一些3分钟热度问题的人吧，你可能在短期内就是说制定了一个目标之后，你就可以往前冲，但是很快你就会失去方向感，因为你已经忘了你的初衷是什么，或者你一开始的那种决心已经慢慢被消耗殆尽了。因此我觉得你们这一组人特别需要就是偶尔呢回到自己内心深处，去挖掘一下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情绪，然后呢来加深自己的自我认同，以及更加明确自己的目标。就是你不一定说制定了一个目标之后就一定要把它给做完，而是说你要确保你这个目标与你长期的人生目标是相符合，是相辅相成的。 OK，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六神分析。首先，白虎主压力，父母爻代表规则、知识和指导，这里意味着你可能今年会有比较大的考试上的压力，就是不一定是考试难，而是说你自己就是给自己添加了很多压力，这样子。也很有可能是你在掌握知识和考试要求的时候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就是你可能会遗漏了一些知识点，或者考试的一些要求被你搞错了之类的。腾蛇主变动与不安，兄弟爻象征着竞争，这里提示你们今年考试可能会遇到比较大的竞争压力，尤其是参加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考公的这一类人，你们今年遇到的竞争压力可能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在考试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的情况吧，就是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心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里其实给你们的建议就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外面即使是洪水滔天，
这也与你本身的准备，与你本身的一种知识储备或者是能力是无关的。你如果是能力强的人，不管外面的竞争是多大，考题是多难，你都能够迎刃而解的。接下来，勾陈主稳重，子孙爻象征着愉快和成就感。勾陈在这个位置表示，你只要能够稳扎稳打，耐心复习，最终都是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的。尤其是这里的子孙爻，就是一个非常吉祥的爻，表明你在学习运势总体上是非常乐观的。然后朱雀主口舌与表达，父母爻再一次出现，表明你在复习过程中需要注意与他人的讨论，或者是通过交流表达来巩固自己的知识。也有可能是在备考过程中，或者是学习过程中，你需要有更多的讨论与沟通，才能帮助你解决一些学术上的问题，这样子。然后青龙主吉祥，七财爻代表着收获和现实的利益。这里与前面的分析是非常类似的，就是你只要持续的努力，你付出的汗水一定会转化为成功的回报。最后，玄武主隐秘和复杂，官鬼爻象征着考试中的困难与挑战。玄武在此位置出现的话，就是可能说你在考试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隐形的压力，或者是未预料到的难题。就是前面我也是有提到，今年可能是比较难的一年。不过呢，你前期的准备只要是充分了，你就算这边遇到不会的做的题目，你把其他的都做好了，其实一样是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的。就是那一句老话，你觉得考试难，大家都觉得考试难，除非是你自己准备的，就是说非常的不周全。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应该是不会出现的，鉴于你今年展现出来的那种学习状态，或者说那种复习的状态，在我看来是非常好的。最后呢，是星宿的分析。首先，文昌主学业考试，是学业运势中的一颗吉星。文昌星的出现暗示你在学习和考试上是非常有优势的，是能够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获得好成绩的。然后天德与月德这两颗吉星都是福德之星，能够化解考试中的不利因素，暗示你会在关键的时刻得到帮助，或者是能够成功的去化解自己的压力，以提升考试成功的几率。贵人星代表有人相助，这里与前面的分析也是比较类似的，就是你在学习和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呢，一定不要就是说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学习之类的，你要积极的去寻求导师、同学，或者是充分利用好你的外界的资源，这对于你考试的顺利进行是非常有利的。而且既然你已经有贵人心，就是帮助你了，那你就是应该要趁此机会好好利用一下，你不觉得吗？最后，让我们把前面的信息全部都综合一下，来做一个综合的分析吧。首先，学业运势上，你今年的运势就是中等吧，我觉得也没有说特别不好，或者说特别好。总之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然后呢，可能会导致你内心焦虑，或者是内心产生动摇之类的。但是呢，通过与他人的积极沟通和交流，你们就能够获得你们所想要的支持，并且去稳定自己的情绪，这样子。同时呢，你们非常需要的是找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目标，以及去激发自己真正的动力，以更好的应对在未来的一些不管是学术还是生活上的挑战。就是这里的话已经超出了学业运势的一个范围了，这里就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建议吧，就是前面说的一样，你这个人很容易会3分钟热度，所以你一定要通过内省以及适时的自我反思，以明确自己的目标，
让自己在未来长时间里都是能有足够的动力去前进的。然后关于能否成功上岸，或者说考出你想要的成绩，这里的话，我是有看到非常多非常积极的信号的。尤其是如果你能够与他人进行良好的合作，去妥善的利用你身边的资源，并且要去找到自己内心的动力的话。不过呢，还是要提到，就是说考试中应该是存在一些比较难的，或者说你没有见过的一些题型，或者说挑战的。所以呢，我希望你不要去着重的去想这一个问题，你只要一步一步的做好自己的准备就好了。OK， 那今天的分析呢就是这样，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请不要忘了给这个视频点赞、分享，还有投币哦。然后也不要忘了要关注我的频道，帮助我的频道快快成长。好的，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聊。欢迎选择第3幅画的人，我觉得这一组人中 ESTJ、ENTP、ENFJ 和 INTJ 可能会偏多，请有被说中的朋友在弹幕和留言区签一个到，让我知道哦。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们的卦象吧。第一张是大有卦，这一卦象的核心是富有与成就，象征着成功和丰收。这个卦象就是预示着你们在考试、学业以及生活中，在未来1年里都有机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功，而且是通过你们的努力来获得的，而不是说从天而降这样子。然后第二张卦象则是向你表明，就是你自己本身的运势是好的，但是今年的考试应该还是有难度的。然后呢，你也可能会遇到一些你不会写的题目这样子，但是呢，这不会对你构成太大的影响。你只要在考试准备的前期一步一个脚印做好准备了，那你最后得到的分数就应该是你自己能够满意的。然后卦象分析就是这样，你们这一组人真的就是感觉蛮顺的，所以我都没有什么好讲的。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们的6神分析吧。首先，白虎主凶，官鬼爻代表考试的责任和挑战，这意味着在考试中你可能会遇到比较严苛的考题，或者是比较高的一些标准，所以呢，你一定要做足准备，以应对这些难度比较大的题目。这里和前面的分析比较类似，就是今年好像就蛮难的，尤其是如果你参加的是考研，或者是考公，或者是其他的社会性的考试的话，我觉得你们今年可能会需要，怎么讲呢，就是提高警惕，然后呢，就是要准备好应对比较难的题目这样子。至于中考、高考或者是其他的学校类考试的一些类型的话，你们今年也是挺难的，但是呢，我觉得不会有社会性考试这么难。然后腾蛇代表的是变化，父母爻代表的是知识与引导。腾蛇在父母爻的位置，表明学习过程中可能就是会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比如说可能今年的考纲换掉了，或者是今年的常见题型与之前不一样了，亦或者是说今年的要求就是产生了一些变动这样子。因此你们今年需要保持一个比较灵活的心态，特别是对于课程内容的掌握可能会存在一些反复或者调整，不过我觉得总体上这个问题不大，我觉得大家都是能够适应这些变化的。然后接下来是勾陈主稳重，兄弟爻主竞争。勾陈在这个位置说明你们在考试的准备过程中可能会暗自与他人进行一些较劲的心理活动吧。不过呢，也确实就是你们今年所面对到的竞争压力是比较大的。不过呢，我不希望这一个消息就是说让你们的心理产生一些压力之类的，我们要客观的去看待这一件事情。
你只要做好了自己要做的，或者说应该做的一些事情，那你就不需要太担心。然后朱雀代表的是表达与口舌，父母爻再次出现，这里说明你们可能会需要通过表达和沟通来进一步巩固知识。讨论和表达是你们今年学习中的一个关键手段之一吧，我觉得，尤其是复习阶段。如果你能在复习阶段和自己关系好的朋友，或者是老师，或者说一些学习比你好的同学来讨论一些题目，或者说讨论一些知识，或者就是去分析一些事情的话，我觉得都能够对你非常的有利，就是能够有助于你深化理解知识，让你学习的这些知识活起来，相当于是这样。然后青龙是吉星，七财爻代表考试结果或收获，青龙在这个位置是非常吉祥的，代表的就是你能够收到你所理想的考试成绩，然后呢，你的每一分付出都是有回报的，所以在付出阶段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念 OK。 最后呢，玄武主隐秘，子孙爻主愉快与收获。玄武是提示你们在考试中需要有策略的应对挑战，就是你们的考试中可能存在一些隐藏的问题，需要你们去静下心来细致分析的。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你们今年考试的难点之一，就是题目中会存在一些比较细致的问题，需要你去把它们给揪出来，然后呢分析这样子。然后子孙爻表明最终的结果是令你愉快的，就总之你应该是对自己的考试结果是满意的，这样子就是不会说你准备了很多没有考到然后很生气，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放心。最后呢，我们来分析一下星宿。文昌主学业考试，是学业运势中的一颗吉星，文昌星的出现预示着你们今年在考试准备的过程中，学习的过程中，或者是考试的过程中，都是具有一定优势的。然后天喜主喜庆，暗示你们在考试结束后呢，会迎来好消息的。天德与月德这两颗吉星呢，都是福德之星，能够化解考试中的不利因素，暗示你们今年在一些关键时刻是能够得到帮助，化解危机的。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比较粗心，在考前最后一晚发现怎么有一个知识点忘记复习了，但是最后呢，你可能会发现那个知识点没有被考到之类的。当然啦，我这个就是举一个例子，不要这样投机取巧，就是你今年的成功关键是要稳扎稳打，做好每一步 OK， 不要这样子投机取巧。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即使有这样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你今年大概率也是会化险为夷的。最后呢，贵人星代表有人相助，你今年在学习和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呢，会得到比较多的来自导师、同学或者说外界资源的一些帮助吧，这对于你的成功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利用好自己身边的资源吧。好的，最后呢，我们把前面所有的信息都综合一下。首先，关于你们学业的总体运势，我觉得你们今年的运势是非常顺利的，是大丰收与大成就之年。所以如果你今年参加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种，比如说入学考、社会性的一些考试、考公什么的，你们今年的努力成果是非常的丰硕的。至于考试的考运，你们今年参加考试的时候会发现考题本身是比较难的，就是跟往年比起来的话，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吧。不过我觉得这些外界因素其实你根本不必放在心上，你只要着重的去做好自己的学习和复习过程，你的结果就会非常理想。相当于是说你的考运带给你的影响其实不大，因为你本身的学业运势是非常好的。
然后关于能否成功上岸，或者说取得良好成绩这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前面已经解答了，就是结果是非常积极的。你们在备考的时候呢，需要保持耐心和灵活性。在考试的过程中呢，面对难题时不要惊慌，要逐步解决。然后呢，在考试后就不要再天天想着自己的考试了。哎呀，我有没有考好？那道题我是不是写对的？就是不要再想这些了。考完之后呢，就享受自己的人生。然后尤其是文昌和贵人这2颗吉星，都是可以帮你大大增加今年成功的机会的。所以呢，就是提前在这里祝福大家啦，希望大家能接好运。好的，那么今天的分析就是这样，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不要忘了给我的视频点赞、收藏、分享，然后还有别忘了就是要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聊。欢迎选择第4幅画的人，你们这一组人中，我觉得 ISTJ、INTJ、ENFP 和 ENTP 会偏多。欢迎有被说中的朋友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让我知道一下哦。首先，第一个卦象是简卦，这一卦象的核心是努力克服挑战。这里意味着就是说，你们今年在学习或者是备考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挑战和困难，是需要你们去提前有一些心理准备来克服这些困难的。同时，简卦也常见于本身压力比较大的一些情况之下，所以就是说，你们今年可能会真的需要去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尤其是在考试前的准备过程中，千万不要让自己压力过大。你们压力越大，越会阻碍到你们的良好运势，就是说去引导你们吧。就是你们的运势会被你们的负能量所压制住，所以我觉得好心态将是你今年成功的关键之一。其次，这里也是向你提出，就是说你在时间管理和知识点的掌握上，今年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是需要你去引起重视的。你们这一组人只抽到了1张卦象，这个现象其实不能说太常见吧，但也不奇怪了。希望你们就是不要想多了，这样子，这里就是提前说一下。好的，接下来是6神的分析。首先，白虎主压力，子孙爻通常代表的就是轻松与愉悦。乍一听，是不是觉得白虎和子孙爻是存在一些相冲突的地方的？没错，这里的暗示就是说，虽然你们可能会希望自己能够轻松的应对考试，或者说学习中的一些压力，但没办法，现实就是很骨感。你们在考试或者备考或者是学习的过程中，就是会受到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做一些所谓的表面功夫吧，就是有一些人你知道，他们会说，哦，你要给自己做一些心理上的催眠，你要给自己暗示说，哎呀，我不紧张，我已经准备得很好了，我学习很厉害之类的。我觉得这一些都是一些比较浅显的一些东西吧，就是对于普通的，比如说负能量比较重，正能量受到一些压制的人来说，可能会有效。但是我觉得你们是本身就很容易焦虑，然后情绪不受控的一群人，所以我觉得你们要做的功课要更多。除了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之外，你们会需要去真正的深入自己的内心，去探讨你压力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只有找到了这个压力的来源，你才能去更好的管控自己的压力水平，以此来稳定自己的内心，然后用这一颗强大的内心去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是腾蛇，腾蛇主不安，父母爻代表知识和规则的掌握。腾蛇在父母爻的位置，说明你们好像在学习过程中，就是可能会经常性的
遗漏一些知识点吧，就是不小心就把这个东西给忘了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其实我看过来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呢，跟你们本身粗心程度可能会有点关系。这样子，就是你们今年的学习过程会需要去努力的减少外界干扰，一定要更加的专注于自己的学习，不要被旁边的事情牵引了。我知道你们中间有很多人身边有一些，我只能就是说不太如意的事情吧。然后呢，已经占用了你们很大的精力，然后呢，也是让你们就是很疲惫了。但是我觉得这些身外的事情与你的学习本身可能没有特别大的关系。我希望你们就是可以说，在学习的时候能够尝试去关掉自己的情感按钮吧。就是虽然说人不是机器，这个肯定是不可能一下子说马上做到的，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下，你的大脑是可以受到你情感的左右和控制的。所以，如果你能够控制自己的大脑，来把自己情感这一边的功能给稍微削弱一些，尤其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把它给稍微减弱一些的话，那么对于你今年的学习是会非常有帮助的，我个人觉得。然后呢，勾陈主稳定，兄弟爻主竞争。勾陈在此位置表明，你们在考试中虽然说存在比较大的竞争，尤其是参加社会性考试的人，你们今年的竞争是比较大的。不过呢，如果你们能够保持一个比较沉着冷静的内心，那么你们在竞争中就是非常有优势的。至于要如何使你们保持一个比较沉着的内心呢？那么答案就是要稳重和脚踏实地的复习，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你们的焦虑。好的，然后下一个是朱雀主表达，兄弟爻再次出现，这里表明你们在备考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与他人的一些合作的机会吧，就是你们与他人的互动和讨论都能够帮助你们更好的理清思路和解决你一些学业上的问题，或者是备考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朱雀提醒你们就是要加强表达与沟通，特别是与你身边的同学或者是一起备考的人，要多多讨论，提升你对知识点的理解，这样子。然后青龙是吉兆，官鬼爻代表是考试的压力和难题，所以这边就是说，你们尽管考试中是有挑战的，但是呢，你们是有能力去应对这些难题的。你们要做的真的是要稳住自己内心，不要慌了。你们的知识储备与能力其实是完全足以让你们考试考得非常好的，就是拿到一个理想成绩的。但是你们有时候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内心，但你也知道，人一紧张就容易大脑一片空白，可能就想不出来了。我个人就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年数学高考的时候，我一紧张，前3题都做不出来，后面真的是缓了好久才开始正常答题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吃了这样的亏，我们一定要去掌握好自己的情绪。OK， 我们要做情绪的主人。然后最后的话，玄武主隐秘，父母爻再次出现，这里表明的是说，你们在备考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太明显的知识盲点，或者是遗漏掉一些比较难的题型之类的。所以玄武提醒你们，就是说在备考的时候要更加细致，不要遗漏知识点。不过呢，在遇到疑难问题，一些比较偏、比较怪，然后特别难的一些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展现出策略性，好吗？千万不要钻牛角尖。你就这一道特别奇怪的题不会，不代表你对知识整体的掌握程度不高。我们可千万不能钻牛角尖了 ，OK？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星宿。首先，文昌主学业考试，是学业运势中的吉星，这个应该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吧。所以呢，
你们今年在学习和考试上总体是占据一定优势的，但是千万不能把自己这个运势给压制了。OK， 你们的负面情绪很容易会把你这个良好的运势给压制住。然后天喜主喜庆，暗示你们今年在考试中呢，最后能够迎来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成绩这样子。然后天德与月德这两个都是福德之星，能够化解考试中的不利因素，所以请你们不要太担心。如果在考试中遇到不会的题目或者是特别难的题目，你不要心态马上就崩了，你要想到的是这一道题你如果也不会，那可能千千万万的人也不会这样子。然后劫煞呢主破财与阻碍，这里就是暗示说你们要管理好自己的压力水平，要避免受到外界的太多的干扰这样子。最后贵人星代表有人相助，所以你们在考试过程中一定要去注意从导师、同学、同事、朋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外界资源那里得到帮助。你们今年是有贵人相助的，所以不要浪费了这个机会。好的，然后最后呢，我们把所有的信息全部都综合一下。OK， 首先关于学业运势的话，简卦提示就是说你们今年的运势是比较一般的，然后呢在学习过程中也是可能存在一些阻碍的一些阻力这样子，就可能会觉得复习的时候特别不顺，或者掌握知识的时候有一些压力这样子。不过呢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你最需要去克服的其实是你自己的紧张和不安的情绪。而且虽然说你今年的运势一般，但是你又有文昌星和贵人星的辅助，所以你们只是可能需要付出比之前更多的努力吧，然后呢就能够克服学习中的困难。最后关于能否成功上岸，或者是否能够达到自己理想成绩这个问题，简卦中的艰难遇事，虽然说考试的难度今年可能会比较大哦，但你能不能考好和成功上岸的关键，其实是在于你能不能够有效的应对备考过程中的各种阻碍。就是说你的重点不是考试本身，而是备考这个过程。然后青龙和文昌星呢又散发出来了非常积极的信号，所以其实你只要采取正确的学习方式，善用身边的资源，比如说借助贵人的帮助，那么你考出你理想成绩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好的，那么今天的分析就是这样，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内容，请大家为我的视频多多点赞，领取好运，也请大家多多收藏，并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还有不要忘了要订阅我的频道哦，我们下次再聊。